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际商学院哈。今天教授要来带大家来做一段 VR 的视频，也不知道视频啦，来做一个 VR 空间的整体操作部分哦。首先呢，我们要先有设备，对吧？我们今天要讲，先不谈这个设备，这个是 Insta 的 X3 啊，就是 Insta 的 X3 的版本哈。那很多人现在其实你不用到这么高级的版本，好，你可以去买 X2 或者是买 X1 都可以哈，或者是有其他版本的，价格质量好一点，大概都控制在人民币大概1000来块钱、2000来块钱的设备已经都非常非常好了。好，那也可以通过那种现在有很多在拍那个房产网站的空间的那种设备，也是可以接受。有一些手机啊，像华为啊，或者是这个叫 Samsung 啊，三星啊，他们有一些自带的那种所谓的720，就是这种 VR 的相机，就插在这个手机后面的这种啊，它插在那个 Type-C 后面的那个也可以用，只要画素像质好一点就可以了啊，只要像这个画质啊像素高一点的啊就可以使用了。好，那现在让我们大家来看一下教授的桌面哈，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是我们 VR 登录的一个页面哦，然后注册的话你自己去注册哈。那当然这个页面当中哈，你注册完毕它有很多身份哈，那这个身份其实功能都差不多啦，唯一的区别就是可能你是免费用户的就没有那么多的房间，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数量可以来供你使用，而且会限制你的上传文件的大小，好，这是最大的区别，其他基本上功能是一样的，好吧，大家不用担心。好，那当我们拍摄完以后，我们先进到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来哈，因为教授已经注册过了，我就直接登录进来，好不好？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桌面上的这个页面哈。好，那首先拍完以后，我们要来先整理图片跟文件，好，我们要来先整理图片跟文件哈。好，那现在教授已经把这个设备里面拍的东西啊，全部都已经导出来到我们的电脑里面来了。教授会建议大家哈，如果要做图的话，做空间的话，最好建议还是用电脑来做，因为首先第一屏幕大，第二呢，电脑的性能会高于手机的性能。好，那大家现在有看到教授桌面上的这么多的一些图片跟照片哈，然后它还有一个附属文档。这些附属文档呢，它是用来做一些编辑啊，或者它的文件使用，你就不要管它，你只要打开这个就可以了。当我们拍摄的时候啊，一定要记住每一个顺序，就是说我今天可能要进到这家公司来，或者进到我这个商铺里面来。那首先我肯定是从大门，然后进来的门厅接待等等之类，这个顺序跟空间的这个概念你一定要有。再没有的话，你就拿一本笔记本吧，教授习惯有时候记啊，有时候就开始用这个笔记本记。我可能会记啊，第一个部分是到了什么位置，好，那这张图片是什么位置，我们把它名字标出来。好，那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我桌面上的东西了哈，那我们先一个一个来，好吧？首先呢，我们要对空间要对这个空间要知道它是什么位置啊，像同一个空间，教授会拍很多照片，有没有看到哈？那因为我要确保这张图的质量它是可以使用的。好，那我们现在来打开 Insta 360的这个Studio， 就它的这个软件，好吧？好，大家会发现OK 这个好奇怪的照片哈，好，没关系，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我们要的这个位置来。好，大家可以发现，好，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企业叫做雅燕资源，它是一家做燕窝的，在这个马来西亚的埔仲他在马来西亚那这个蔡上校呢也是教授的一个好朋友哈。今天我们就拿它来做一个 demo， 好吧？你会发现这个空间我们都可以看到了。好，那我们就可以大大小小检查一下，我们的视觉上是不是 OK， 图片是不是清晰？这些都是我们要了解的东西。那做 VR 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先打造一个空间出来。好，那我感觉这个有点亮还是怎么样，我先不管它。好，那我们也可以再打开第二张，好，来做一下比较，我们看看要选择用哪一张。
教授习惯基本上会拍个第一张都会拍个2、3张，哎，这一张就蛮好的啊，这张的环境啊感觉就会蛮好的。像这个玻璃啊，因为阳光太大了，阳光的照度太高了哈，所以我就会把它重新再调整一下啊，像这个就比较清晰，好吧？好，那我们决定用这一张对吧？那我们肯定要把防抖先打开来，开始调整它的一些事物了哈。我们可以先检查一下它的防抖，然后检查一下它的这个接缝的部分是不是有出现这个误差。因为这个相机呢，它是2面的镜头所组成的，所以这个缝的部分啊，这个缝的部分它有时候会拼合不好，会拼合不好。但是呢 ，Insta 这个软件还不错，它有一些拼合的校正哈，在右手边这边有个拼合校正，你可以去使用它。好，那图像处理呢，我们是不是要进行色彩的增强？哎，有没有感觉好一点了？没有那么亮了，对不对啊？就感觉 OK， 可以看得清楚了。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强透增强的方式来进行。哎，这个就太暗了。好，那我关掉强透，我们用色彩增强来使用它。好，那这张图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要把它导出来。好，右下角这边有一个导出，有一个导出。好，那导出我们要先有一个地方来存储吧。我们先放在桌面上吧，好吧？成品照片哈，教授这边有个成品照片，那我会把它放一个 VR 的这个部分，我们来备注一下，叫做雅燕这个燕窝燕窝。好，我们假设先给它起这个名字吧哈，给它一个 file 档来集中我们今天做好的这些图片，把它放出来OK。好，就选择这个部分。那各位要记住哈，在 Insta 360里面呢，会有2种导出方式，一种是平面图，就是一般我们看到的照片，一张是全景图啊。那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全景图，所以我们要选择导出全景图。导出全景图以后呢，我们要给它取一个名字。好，这个是它的展厅大堂，我们就给它写一个展厅大堂，好吧，给它一个名字。好，我们就把它打出来，然后分辨率呢，基本上我都会用最高的因为我们的VR 系统它可以支持到非常非常高的像素。那当然像素越高，它所使用的空间就会越大，相对的它的访问速度就越慢。那相反的，它的这个高清晰啊，感受起来的这个质量就会特别特别好。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导出。好，这是我们其实处理的第一张图，好，它已经导出完成了。导出完毕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导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好吧？我们把这个打开一下这个部分。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先不管它，这个教授在另外一个地方做的，我先把它备个档不好意思，这个是一个当场的 demo， 是那一天教授去为了给大家做一个 demo 拍摄下来的。那我们做文件的人一定要习惯去分类这样可以便于在未来我们可以查找资料的时候会方便一点。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好，这是我们刚刚导出来的，有没有歪七扭八的，好不好？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这张图是不是360或720的图片？其实很简单一般这种 VR 素材教授来画个图给大家看看。我们做这种 VR 素材你会发现它有这样的一个弧度，有没有有这样的一个弧度sorry 我们再来画一个，它有这样的一个弧度，有没有？然后它最终才拼接起来，上面也是，有没有发现下面也是。好，这就是一个全景图的一个照片的组成，好吧？好，那我们现在判断无误了这个照片是 OK 的，等一下我们要来用，对吧？好，我们就把它关闭了。关闭了，然后我们先来检查第2张这张图我们就不用了，这个空间我们使用过了再来看看第2张它有什么呢？这个是应该是它的这是它的门口了，大门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它的大门口，就是这个工厂的大门口。好，那有些人会问教授，那这个影子怎么办？其实影子可以通过后面的这个 Photoshop 来进行处理。现在今天教授没有时间教大家处理我们找一个课程来教大家来进行处理。只要你会用这个 Photoshop， 你就会处理了。好，这张图感觉起来还是蛮清晰的那我们依然怎么样？来看看拼接缝有没有问题？好像这个拼接缝有没有问题？我们来看一下。
防抖有了，哎，因为有时候我们会防抖嘛，哈，啊，这种动态拼接，哎，好一点了吧？是不是好一点了？好，然后这些拼接我们都可以试一下，好，然后校正一下看看，哎，各位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个底下就没有，就剩下一个影子了啊？像这个拼接图的用途在这里，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天空这里这个缝出现了，啊，那这个就不是我们要的，对吧？我们再做一下其他的拼接试试，校正一下看看。好，还是不是我们要的东西。这时候呢，我们就采用正常或者是有壳的，或者是自定义的啊校正方式来进行拼接。哦，还是不是我们要的。好，好，那这个图就有缝了，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图就有缝，这就不是我们要的结果了啊。好，那我们现在要处理这个部分，要采用这个光阶的拼接方式来检查。好，稍微好一点了哈。好，那这个等一下，如果实在处理不了，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Photoshop 来进行处理。暂时先这样子来处理它。啊，这个缝就稍微小一点了，大家发现了哈，这个缝稍微都小一点了。好，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处理掉啊，避免说我们有一些图呢，尽可能可以在 Insta 里面处理的。我们就尽可能不要在 Photoshop 处理，因为 Photoshop 处理肯定会有一些问题发生，肯定会有一些问题发生。好，越来越严重了，那这不是我们要的。好，再把它校正一下，然后这个光流的拼接，动态的拼接。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哈。好，底下的这个座也没有了哈。上面的这个图，这可能是因为阳光太强了哈，导致的这个侧面这个壳啊，这可能有反光之后，然后造成阴影的。好，这个就是装了保护壳跟不装保护壳的区别。好，因为有时候我们不装保护壳，这种镜头它是特别的脆弱，这磕一下可能1、2千块就没了。啊，所以没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后期制作来处理它，好吧？好，那我们暂时先这个样子哈，那我们把它校正一下。好，这样稍微会好很多了哈，大家可以发现这样稍微好很多了。然后上面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来处理它，好吧？好，那一样的我们就把它导出来，给它导成全景图啊。然后 File 档你只要设过一次，基本上它不用再设第二次 File 档的名称跟位置啊。它这个是属于马路的，我们叫大门吧，好吧？好，工厂大门。好，我们给它备注一下。好，我们开始进行导出了。好，这个工厂大门导出了以后呢，我们来看看，因为这个图哈，教授在拍的时候是没有按顺序来的。好，那没关系。09，我们来看一下这张009的图片，应该是在展厅门口的了哈。哦，这个是在大门保安岗的地方。哦，这个工厂里面大门内侧啦，我们称之为大门内。哎，有没有发现这张图就很漂亮，它就没有缝哈？所以它可能就是光影作用的问题啊。一般我们在导图的时候，教授都会要求大家养成这个习惯，然后来进行检查这个，尤其是这个拼接缝啦，其他倒不是特别重要，尤其这个拼接缝因为没有检查好，我们就是要手工去处理，可能就会比较麻烦。好 ，OK， 这个是属于大门内侧，检查没有问题了，咱们就把它导出来，导成全景图片啊。大门。备注一下工厂大门，因为门太多了，工厂大门的安岗，好吧？好，安亭，好，我们把它备注一下。我们备注中文名字主要的目的是我们能够熟悉它的位置，我们能够一眼看到这个文件是属于什么位置，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张图。刚才已经到这里了，好，来看一下第3张图。哎，这个地方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好，各位有没有发现已经来到了这个大门哈？就这个雅燕资源有限公司就展厅入口的这个位置。好，我们已经来到这个展厅入口的这个位置。好 ，OK。好，一样我们检查一下拼接缝，好像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哈。好，
没什么太大问题。哎，底下这边有个问题，我们发现这个地方拼接缝有个问题，那我们就要把它拼接起来，然后一样检查一下拼接动态。好，我们用正常，哎，这个用正常的缝就没有了。好，那我们就用这个矫正看看。好，所以 Insta 的这套软件还是比较好用的啦，起码教授用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好吧？好，这个影子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怎么处理，好吧？好，检查没有问题的，我们再把它导出来。展厅的外门口，好吧？好，导出全景图检查没有问题。有没有发现它文件大小都30几 MB，37.91 MB？哦，这个是蛮大的一个文件哦。没办法，因为你要全景都使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要求更高清一点，好不好？好，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这张图。好，这个一切都要凭想象了哈，还好这个教授的记忆力比较好哈。好，这个是培训教室的大门外，它的培训教室的大门口外，因为它这个走廊比较窄，没有发现？比较窄，我们就比较不好做事。拼接缝上面没有，下面呢也还 OK 啦哈。下面这边我们放大再看一下，有一点哈，那有一点我们来把它看一下怎么处理。哎，这样就好很多了，没有？有时候你发现它这个脚架会被拍一半一半没有，那什么原因呢？哦，就是脚架可能我们没有放直啦，这个杆子我们没有放直哦，没有放直，没关系，反正我们手工可以调整嘛。好，有没有发现这个校正就出问题了？好，那重置一下吧。好，就剩下这一点我们比较好处理，再多的就不好处理。好，那就用这个吧。好，然后再一样把它导出来，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培训教室的大门，好不好？我们把它变成培训教室大门一样，我们把它导出来。好，导出来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图片，纯粹凭记忆哈，纯粹凭记忆哈。好。教室，刚才这一张是教室外面大门，然后现在就进到教室里面来了。啊，现在就进到教室里面来了。啊，这个是影子，这个没有问题。拼接缝呢？啊，因为光线问题哈，所以就会导致这样。好，那这边拼接缝肯定有点问题了，大家看到没有？在这个位置。那我们来检查一下它拼接缝的部分。好 ，OK， 非常好，那就用这个。好，要处理的系数是不是就低一点？啊，要处理的东西就会比较少一点。好，我们依然把它导出来。这个是在培训教室。好，这样把它导出来。好，我们来进行下一张图的制作啊。教室好了以后，我们会进到它右手边有一个空间的第一个部分哈，就这个部分哈，这部分是它进入到它展厅的第一个位置。有没有看到这个刚才的这个培训教室哈？好，这是它走廊的第一个哈，好，这个是它的金丝燕生态文化馆啊，就它进来大门这里哈，展厅的入口，好吧，我们把它取名叫展厅入口。哇，这张拍起来就很漂亮哈，拼接缝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好，我们给它导出来吧。好，这个是展厅的入口，把的拿掉，口语化拿掉哈。来，展厅入口来，把它导出来。好，快速来做下一张。展厅入口做好了，那就进到展厅内部咯。这是它的展厅的第一站啊，第一站。洞穴是吧？好，洞穴介绍，这边有一个洞穴介绍，那我们就来个洞穴介绍，好吧？好，它分为什么岩洞，什么岩洞，哈。OK， 好，再检查一下拼接缝，老规矩，哎，这个拼接缝有一点，不过没关系，我觉得这应该是那个，上面都没有问题，那表示这个是我们架子没有放正哈，没关系，等一下我们来处理一下，
后期制作来处理。好，我们依然先把它导出来，可以标注为展厅的展厅第1站，好不好？括弧联动，好 ，OK。好，我们把它导出来，好，来快速来进行到下一个。好，洞穴有了以后呢，它的第2站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它的第2站，燕窝的由来啊，燕窝的由来。好，这个刚才从这个岩洞过来的哈，从这个位置出来的。好啦，那这个是郑和下南洋。然后它这个所有的记录啊，燕窝的历史，好，这个就把它称之为燕窝的历史馆，好不好？好，燕窝的由来，燕窝历史馆，把它标注一下，一样检查一下地面也还好。好，这应该都是架子哈，教授的架子用太久了，可能有点不稳。好，来，燕窝的历史介绍，可以拿掉哈，来，燕窝历史介绍。可以括弧一下郑和，好吧？让我更好理解一下它的位置哈。来，郑和，好，来再接着我们来看下一张图，这空间还是比较多的哈，但是它这个还没有拍完哦，它的馆真的蛮大的，没有拍完哦。好，来看它下一站，好，下一站我们看到啊 ，OK。这个得给它起个名字啊，叫什么？生命的循环。好，金丝燕类型，好吧，这里来给它起个名字叫金丝燕类型。周边的缝接没问题，下方还是一样价值问题了。好，价值问题，好，没关系，把它导出来。这个叫是金丝燕种类介绍啊。好，把它导出来。好了，下一个刚才是到这里了哈，现在在这个，这个又是什么呢？来看一下啊，燕屋哦，从岩洞到燕屋啊，这个就可能要介绍燕屋了吧？白燕窝、黑燕窝哦，种类区别，燕窝的区别，好吧？刚才是燕子的区别，现在是燕窝的区别，一样检查一下。这个动作大家养成习惯了，一定要务必要检查，不要到时候拼接缝出现问题，你再重新再做就很麻烦，好吧 ？OK， 好，过得去就行。好，全景图的照片，这个是燕屋屋子，燕屋子，种类介绍，好吧？好，依然我们把它导出来哈，我们把它导出来。好，燕屋介绍完毕以后呀，就要到下一站去了。哎，这一站，又是什么？看一下哈，这马上就要到那个燕屋了。我特别喜欢那个燕屋，你可以体验去采摘一下。哇，这边好多英文哦，教授英文特别差。不过教授认识这个是介绍那个设备的，这个设备的声音是可以吸引燕子来的。我学的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这个是燕屋哈，等一下它模拟一个燕屋，没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好，那依然我们把它检查一下，没啥问题，把它导出来。这是吸引燕子的设备介绍，好不好？暂时先这样咯，教授认知只有这样，因为急急忙忙的帮蔡教授把蔡上校拍完以后啊，我就去赶飞机了。你们看到我的小手，不小心把我小手露出来，没关系，这个可以处理的哈。好，那么再来拍完这个就到了燕屋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燕屋了哈。好，我们看到这个燕屋，这是它的一个燕屋的部分，这个就是它吸引鸟的设备，每个燕屋里面都有这个设备。然后我们看到上面白白这个就是燕屋哈，燕子的那个燕窝。
到时候呢，这个空间做完还要加一些材料，这些材料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它脚架哈，它的那个它不是施工到一半啊，这个脚架是它本来在燕屋里面就要使用的一些东西。好，我们这个暂时先不介绍，到时候让那个蔡上校来介绍一下，好吧？好，我们把它导出来，这个是燕屋，燕子，屋子，啊，燕屋，我们把它一样导出来。哦，燕屋完了以后呢，上校有带我们去他的那个展厅哈，那个叫接待厅。应该叫餐厅吧，暂时先把它叫餐厅吧，好不好？啊，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餐厅的门口了，这个是餐厅的门口。等一下我们要把所有的空间全部拼接起来，我要教大家怎么拼接，好吧？餐厅门口，先暂时叫餐厅门口哈。OK， 这个拼图还是可以的。好，餐厅门口，哎，很棒，它就叫做餐厅门口。好。好，这个在餐厅，有没有发现外面就是大门口了哈？它这边是可以衔接的，等一下教授会教大家怎么来做衔接，好吧？好，那么门口拍完了，就要拍它内部了。因为这个空间它比较大，所以教授就用了拼合方式来完成的。好，这个是餐厅的前台，好吧？我们等一下来用拼合方式来进行拼合，它的方式玩法有很多哈。好，侧面拼接没问题，上方拼接没问题。好，下方拼接啊，有点问题，这个应该就是那个壳跟光线还有脚架不稳的原因造成的啊。那没关系，这个地方一般我们 logo 会盖掉哈，如果盖不掉的地方，我们再进行处理就可以了，这个问题不太大。好，大概就是这样。有没有发现他们餐厅上面都是燕屋的那个架子？有没有 ？OK， 好，给它起个名叫什么来着？叫做餐厅前台，好吧，我们这样比较好记忆哈。来，餐厅前台 ，OK。好，餐厅前台结束了，就要到餐厅内部了，对吧？这个餐厅的内部有没有？刚才前台在这个位置啊，这是刚才前台的位置。哦，很可惜，这个灯太亮了，马来西亚实在太热，太阳太大了。好，没关系，先这样子哈。侧面拼接没有问题。好，下方拼接哦，这个太好了，这个太正了啊！来，所以大家拍摄的时候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啊，这个拼接的东西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然后脚架的这个摆放啊，一定要摆得稳一点啊，不要到时候出现了像这个情况，又要做后期处理。那一天是急急忙忙没有办法，一般拍的时候都要求你们，因为它上面都有，而且它会连接手机。连接手机在拍的时候，你就可以边拍边检查哦，然后再确定拍哦。那天实在太着急了，时间太短，前后拍完不到半个小时啦，这么多照片哦。好，我们把它导出来。这是餐厅，餐厅的内部。好，好，拍完了，图片我们也做完了，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图片，应该是没有了，那都没有。好，这是一个 video 以后再教大家怎么用。好，我们先把这些都关掉。好 ，Insta 也关掉。好，那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系统里面来。那系统里面来，其实一般我不太建议用这个导览哈。那如果你不懂呢，你可以用这个导览哈。你会发现它会出现这个导览方式，教你怎么做。比如说列出与游览，那这边是什么？好 ，OK， 来这个叫雅燕。雅燕资源公司有限公司，好吧？好，填完以后，它会告诉你下一步是什么，我们要创建了哈，我们把它创建出来吧。这是一个导览方式哈，然后再点房间。第二步它会告诉你创建一个房间。一般我不太喜欢用这种方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批量作图，但你可以一个一个这样做了。我们今天不浪费时间，我就直接来教大家怎么来做。好，这雅燕资源已经创建好了，我们要直接来告诉大家怎么来使用这些东西，好吧？好，大家可以进到这里面来，这些东西都已经 OK 了哈，你不需要再去重新调整它。
哦，大部分就好，然后内容部分你可以去修改 logo， 像这个雅燕，一般我就把它改成雅燕的 logo， 哦，然后这个你都不用动了，其他的基本上也 OK， 这个也不用动啊，然后这些也不用动，啊，这是一个 HFOV 的一个控件的放大缩小的预览，就不用去管它了哦，那这手机预览不用管它。好，商店现在暂时不用管它，因为你可以对接其他商家去买卖你的东西哈，这都可以有这个功能的。好，我们今天就以打造为主，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进到了这个房间里面，我们开始充电房间哈。充电房间方式有2种，一个是这样子，一个一个传的，那教授不太喜欢这样做，好吧？教授一般都会直接给他批量上传。我们刚刚这个照片对吧？雅燕的燕窝。好，我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中文都标好了？我就把它一次性把它上传，好吧？好，那它这个上传会有点时间哈，你会发现每张图都在30兆、30 MB、40 MB， 有没有看到？就很大，40几 MB， 有没有发现？好，那我们先暂停一下，让它上传完了，我们再继续录制哈，避免大家浪费时间在这里一直等，好不好？我们先暂停录制一下。Recording stopped. Progress. 好，我们刚才上传了哈，那现在让我们已经全部上传完了，因为这个过程太长了哈，每个文件你想想嘛，都几十 MB 啊，很大，加起来都好几 GB 啦哈，所以我把中间时间停掉了哈。好，那大家看到了哈，我们其实给它取名字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是我们可以知道它的位置，有没有发现？哦，我们可以知道它的位置啊。那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它的位置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安排它的顺序了啊？首先呢，我们肯定是从这个工厂的大门，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箭头的符号，有没有？这边有个箭头符号，按住你的电脑的这个鼠标左键，把它可以上下滑动了。好，那大门好了以后呢，就要到大门的保安岗，这是第2个，对不对？大门的保安岗。保安岗以后呢，要到这个展厅的门外口啊，第3个啊，展厅的外门口进来以后，就变成是到了，再看一下啊，展厅大堂，第4个，好吧？啊，展厅大堂上去是什么呢？就是培训教室的外面，对吧？培训教室的大门口，啊，这个第5个。啊，大门进去那就是展厅咯，啊，就是培训教室咯。培训教室在这里啊，第6个啊，教室进去以后呢，右手边第1个就是展厅的入口，第7个，好吧？展厅入口进去的第1个地方是哪里呢？看一下啊，展厅进去的第1个地方。展厅进去的第1个地方就来到了那个叫做金丝燕的种类啊，到这里展厅进去的第1个就是金丝类的种类，种类完了以后就是介绍这个燕窝的历史哦，燕窝的历史啦啊，那就在这里，燕窝历史完了以后就是燕窝种类的介绍。再来就是吸引燕子设备的介绍，再来就是燕屋，就到燕屋了啊。燕屋完了以后呢，第1站是岩洞哈，对不起，第1站岩洞，我就把它挪上来哈。展厅进去的第1站是岩洞哈，岩洞之后，然后燕屋种类之类的哈，就这样排。然后再来展厅里面的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燕屋啊，燕屋的介绍。好，那这个就是要再来排。餐厅门口外面，然后前台外面，好，这样是等于我们把顺序都排列好的，发现没有？这整个顺序它都已经排列好了，全部都排列好。那当然它可以进行一些分类哈，只是教授现在没有分类哈。好，那么这个不就好了吗？啊，这个就等于整个房间我们都建设完毕了。建设完毕之后，我们要开始进去做这个标记啊。标记是什么意思啊？标记就是指的一个空间跟一个空间之间，我们要通过这个标记去串联到下一个空间去，这个东西叫做空间的标记。
好，我们先从大门开始吧。大家可以发现大门在哪里啊？大门在这里，对不对？好，这个大门在这个地方。啊，大门进去是不是就保安港啦？那我们是不是要给它一个标记？大家会发现这边有个小白点哈。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个小白点，大家看到没有？有个小白点。把这个字放大一点，红色。这边有个小白点，有没有看到啊？小白点指的就是你要在什么地方放这个标记的意思啊。我们假设把这个放在这里好了。好，那我们的下一站是哪里？就保安港，对不对？好，确认一下是不是保安港 ？OK。好，那就是保安港，对吧？好，看到了哈，保安港。好，啊，你可以调这个大小哈，但一般我不建议你调了，一般就 1.2 到1.0 到 1.3 都可以。那我们按标准1来做好了。好，那这个保安港这边已经好了，对吧？那我们要进到下一个，那就是保安港。好，到这个保安港以后呢，一样根据这个小白点的位置哈，我们先给它做一个返回吧，先给它做一个返回，返回到上一个页面，要不然它等一下串联不起来，我们就没办法进出啊，对不对？好，我们给它加一个啊，这个是回到大门，工厂大门有没有？给它做一个。好，给它放到这里来。那如果你说这个位置你不觉得不太合适，你可以再调整一下，可以再调，随便你哈，你可以再调整一下。好，我们大概就先这样子。好，那它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是不是展厅的门口啊？啊，展厅门口在这里，就给它一个展厅的门口的一个按钮，展厅的外门口，对不对？确认一下，哎，对，就这里，展厅的外门口。好。不要忘记了，这边还有一个餐厅啊，餐厅的那个外门口，这个就是混合空间呐哈，来餐厅的门口 ，OK， 那是不是这边就多了一个展厅的门口啦？啊，好，这时候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空间去了哈，那就是展厅的外门口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给它做一个什么呢？还是一样一个一个来哈，不要着急。首先，这个是工厂的保安港的位置哈，保安港的位置先给它加一个保安港的位置。卡住了，好了，还有时候比较慢，你就等它一下就好了，不要着急。好，这是外门口大门，工厂大门，给它加一个。不要忘了，这边还有一个什么餐厅，看得到的地方你都要给它标注上，可以快速的去瞬移到不同的空间。这餐厅门口，好，再来，我们要进去了吧？现在我们要进到里面去了哈。里面是什么？展厅的大堂嘛，对，展厅大堂。好，大家能看到哈，这个是展厅的大堂，把它确认一下。好了，那这个空间没有了吧？好，检查确认没有了，我们就下到下一个去。好，到展厅里面来。展厅里面来，那我们要给它到楼梯这里，要给它上去啊。上去那就是直接可以瞬移。VR 跟这个元宇宙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瞬间移动哈，可以瞬间移动。好，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叫培训教室的大门，好吧？直接给它跳到2楼去了，好吧？当然了，你中间如果你仔细一点，你可以拍它的楼梯啦。如果它楼梯有些公司啊，它楼梯都会有一些什么布告啊，或者是一些展图啊、照片啊，老板的得奖照片什么的哈。如果有这些展示东西，你也可以把楼梯做上，顺便做上也可以。好，这里做好了，是不是要出去啊？出去呢，我们就要给它一个大门口，这个就是要再给它衔接一个位置，这个就是展厅外门口。好，那这样它就可以进出了，对不对？好，里面有了，外面有了 ，OK， 很好。好了，那展厅大堂好了，我们就来做这个培训教室的部分哈，来做培训教室。这是培训教室的外门呐，大门。刚才是从这里上来的啊，所以我们要给它一个什么？再给它回到展厅去，给它回到这个展厅大堂去。你会发现我们把文件名标好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就不用再 key in 啊，不用再给它做一些文字介绍，都不需要。好，这个比较简单，就让它进到培训教室里面来。
好啦，就进到培训教室了。OK， 应该没有其他了哈。好 ，OK。好，现在我们再回到培训教室里面来。教室呢，首先我们要给它做一个什么呢？给它做一个让它出去的地方。出去的地方那就是培训教室的大门口咯。好，再来就是展厅的入口咯。有展厅的入口，确认一下啊，没错，是展厅入口。你会发现它的空间跟空间都是可以衔接的上的，这个才是真正的 VR 啊，这才是真正的 VR。到第二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 VR 的展厅入口了。金狮宴生态文化馆，好，那我们先把它让它可以回到培训教室。好了以后的第一站岩洞，对吧？再给它一个岩洞，第一站岩洞。好，我们把它快速做完哈，然后第一站岩洞，我到下一个岩洞的空间里面来。下一个岩洞的空间是这里，对吧？好，那这个地方是不是第一站？就是刚才进来的地方嘛，你要给它再能够回去嘛。第一站在哪里啊？展厅的入口。展厅入口完了，岩洞，然后要到下一站去了，对不对？正常这里都要拍了，教授没拍了啊。正常这个空间的衔接处都要拍了。好，那我们现在只是为了做 demo 哈，我们后续再慢慢的再来详细增加。好，那再来就是金狮宴的种类，要回到这里来。我先看一下，确认一下哈。不对，这个是正合的，位置要调一下，调到正合这里来。好，正合。好，幸亏教授做了标记的，不然真的这个脸就丢大发了。好，再来，我们把这个房间的位置先给它调整一下啊，刚才那个不对了哦，这个是金狮宴进来第一站，然后再来就是宴正合。好，调到正合来了。好，我们再回到房间的标记里面来。已经标到哪里了呢？你已经标到了，好。正合这里来了，对吧 ？OK， 好啊，这个地方要再回去，对不对？好，给它做一个标签，让它回去吧，回到刚才的岩洞去。好，那它的下一站呢？我们可以通过图片来辨识，可以通过图片来辨识。好，去到下一站，下一站是哪里呢？看一下，下一站就是金狮宴的种类，确认一下这个图对不对？啊，对的，就这个衔接处，有没有看到一只鸟啊？这个衔接处是对的。好，金狮宴的种类，好，那么再下到下一个来，你就上下图衔接就对了啦，上下图衔接。那这个要再让它回到哪里去啊？要让它再回到刚才的正合去啊。好，然后再来就是金狮宴了。好，下一站就是燕屋种类的介绍了哈，这个是金狮宴的介绍哈。好，再回到燕屋种类这里来，刚才衔接处是在这里对吧？好，在这里，那我们还是要让它回去啊，所以我们要再把刚才的这个金狮宴种类这里把它衔接起来。好，那下一站呢，就是吸引燕子的设备，对不对？设备介绍。好，再下，我们快速做完哈，快速来做完它。然后这个地方就有点杂了哈，来，再来这个地方给它一个燕屋设备的介绍。上一站燕屋种类的介绍。再来，这是一个燕屋对吧？燕屋有2个门嘛，像这个手哈有2种方法，一种方法就后期制作把这个手拿掉，
第二个方法，我们通过标记或标签把它盖掉也可以，烟雾。烟雾可以把这个放大一点，可以吧？基本上就盖掉了，但是不需要了，就先这样子。这个也是，它有2个门嘛，那你是不是可以给它2个门都做上 ？OK， 好，那这里教授要特别讲一下因为空间之间它完了以后就回到了那个下面去了，对不对？那我们肯定要给它有一个瞬移的方式嘛，回到前面的衔接。那但中间可能有一些路要走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有几种方法来做。首先，我们先模拟一下它的位置，我们想让它去哪里就去哪里，比如说我们让它再回到这个展厅的大堂，我们假设啦，我们想让它再回到这里来，那我们就让它直接回到这里来就好，让它再回到展厅大堂。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便于快速的去衔接，我们可以让它直接再回到外面去。我们可以再多做一个按钮，让它回到哪里？回到展厅的大门也可以，或者说大门外也可以到这个保安岗好了，那个地方比较贴切一点，可以瞬间到了不同地方去。或者是你可以也直接让它回到那个餐厅大门口也可以，都可以，很多方式都可以那为了做衔接性，一般我会建议你就让它直接回到那个大堂去，回到那个餐厅门口去好了。这样的话是便于我们可以让它快速的知道，好，让它就回到餐厅门口吧，好吧 ？OK， 好，到下一站，下一站烟雾还没标记嘛，就是变标记。那刚才这个地方就是吸引设备的那个地方嘛，我们要把它让它也可以出门嘛，不能进来出不去的不行要让进来能够再出去。有没有发现又到这里了？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直接按照刚才的回到展厅大门去了，展厅大堂去了，然后旁边也可以再放一个，就是你希望怎么放就怎么放，把它放开一点，这样用这个颜色来区分开。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加一个到餐厅门口吧，好不好 ？OK。好，那这样的话，它是不是就可以瞬间的进去了？我们现在先不做内容，先不做兴趣点，我们先把这个空间先打造出来。好 ，OK， 好了，以后呢，我们要去餐厅门口了。餐厅门口在这里吧？那餐厅门口进去，顾名思义就是要进到餐厅里边去啦。那餐厅的第一站是什么？餐厅的前台。那就进到这个餐厅的前台 ，OK， 再来呢，外面这边也要做你要让它可以回到保安这个大门去保安岗保安岗。好 ，OK 了，好，到下一站，这是餐厅的前台，一样的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来做，像这个就是餐厅门口。好，餐厅门口好了以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再给它预留一些空间？这个后面它是工厂，但是现在我们第一阶段不拍它的工厂那我们可以回到这个餐厅这里来那你的脚架的位置在什么位置？你给它放到这什么位置？那大家在拍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你像你这种相机这个高度最好是人的这个眼睛的高度，因为它代表人在看嘛，你最好是人的眼睛的这个高度，好不好？然后这个是餐厅的内部这是餐厅。好了，那你会发现 OK 了，对吧？这全部都 OK 了吧？再来标记餐厅的部分，这个是餐厅的前台部分。这个位置不太对前台不在这里那个是大门这个餐厅的前台。那可以再给它加一个餐厅的门外面，是便于它能够快速的出去的餐厅门口。那像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迅速的怎么样去做一个模拟，让它可以再快速的像这种空白的空间里面，我们可以快速给它做一些模拟的
标记。什么叫模拟标记？就我可能不是真实的这种标记，但是我为了让大家能够快速出去的时候，我可以再把它引导到了我的展厅的外门口去，有没有？我可以把它快速引导出去。OK， 好，这样基本上好了。好，那这个就是所有标记的打造。好，那我们来预览一下我们今天打造的这些标记的内容，好吧？我们来预览一下。好，那这个图片等一下空了，我再教大家怎么做。今天只是教大家怎么来打造空间标记。哦，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东西要学的哈，比如怎么放 video 啊，怎么放文字啊，怎么来介绍给大家。好，这是我们刚才花了半个多小时做出来的东西哈。这个图片有点大哈，要等它荡一下。好，先把声音关掉哈。大家有没有发现第一张图就是在那个大门口了？有没有？好 ，OK， 然后就可以进到保安岗了吧？我来检查整个顺序对不对？这是我们主要的目的啊。展厅外门口有了，展厅的餐厅门口有了。好，来点一下这个令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发现这些都是 OK 的？我们一步一步来进到展厅外门口，培训教室的外门口。好，培训教室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到展厅的入口也没有问题。好，再来第一站的岩洞，顺序也没有问题，衔接处也没有问题。再来燕窝的历史介绍，从郑和开始，好，也没有问题。金丝燕的种类也没有问题。OK， 再来燕窝的种类似乎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再来吸引燕子的设备，几乎好像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哈。按钮都有了啊，进到燕屋里面去，似乎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这个时候就回到展厅或大堂了哈。我们先到门口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刚才那个我们都看过了哈。好，再来是餐厅的前台部分，似乎也没有问题。好，再来就是餐厅的内部，似乎也是没有问题的。好，然后再回到展厅的外门口。好，这样似乎也没有问题。好，那现在呢，我们要为它做一个那个叫展示图片哈。那我们就给它先做一个，先这样子吧，先给它一个这样的图片好了。一般我都会直接截实景，这样的话会真实一点，OK， VR 的成片，这是雅燕，这个是我们叫做缩略图吧，叫做它缩略图。好，缩略图完毕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要帮它做这个游览的编制了哈。好，我们把它的 logo 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取得它 logo 对吧？好，没关系，我们就把内容先做一做，先看一下。读取中的这个把它移除掉，我们来传变成它的吧，来变成它的缩略图，好，在这里缩略图。手机版本的就先不动它吧，好吧？把它换掉了，缩略图。这些缩略图都有了以后呢，好，保存一下，不要忘记保存哦。到时候你不保存，又怪教授说，怎么没有了？跟我没关系啊。好，这些互动不用管它，这个基本上检查，这个以后我会来教哈。然后这个商店以后我也来教，这个是给管理员留言用的。好了，基本上就这样。然后有些表单以后我再来教吧。好了以后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发布啦？对呀，当然可以发布啦。好，网页我后面也会再来教。那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吧，叫做雅燕吧。好，那这样它就有一个网址了，对不对？好，我们再来通过网页来看一下。
OK， 没有问题。好，好，然后包含右边的功能什么的呢，我后面会再开课再来讲。那我们先把这个网址我们要给到谁呢？给到客户，就做好了嘛，你总归要给人家嘛，啊，然后 QR code 也要给人家吧，QR code 要给人家。